大家都说香港那帮顶级富豪一个个都是人精，算盘打得比超级计算机还快，冷静到连天塌下来都能算出逃生路线。可偏偏在最近，香港头号超人李嘉诚在97岁高龄时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背脊发凉的事，他不再遮遮掩掩，而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把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的江山亲手甩卖。更惊人的是，他不是按照正常的市场节奏一点点出手，而是用近乎割肉的方式，宁愿打骨折价，甚至顶着卖国的骂名，也要把手里的资产清空。就像一个仓皇逃难的普通人，把能带走的东西塞进行李箱，其他的管它值多少钱全扔了。问题来了，李嘉诚到底在怕什么？很多人以为李嘉诚近几年才开始跑路，其实错了。他的撤退是一场精心筹划10几年的长跑。时间拨回到2012年，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是高歌猛进，开发商个个斗志昂扬，大家都在抢地、扩盘、加杠杆。可李嘉诚却悄悄开始了清仓动作。他先在广州抛了个项目，接着在上海出手了一块写字楼。当时市场都说这很正常嘛，资产置换，资本运作。可2013、2014一过，味道就变了。他在北京三里屯的盈科中心58亿甩掉，再往后2016年那笔震动全场的世纪汇广场交易200亿打包出手。要知道世纪汇广场是什么？那是陆家嘴的黄金地段，寸土寸金，几乎可以当传家宝。正常开发商拿到这种盘，恨不得捂着几十年靠租金躺赚。可李嘉诚呢？刚建好，热气都没散，就急着甩。这种操作表面上是释放潜在价值，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要钱，而且是立刻要。这还只是开始。有人统计过，从2013年至今，李嘉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累计套现多少？超过3500亿人民币。35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会城市一整年的 GDP。 更形象点讲，假如这笔钱换成100元钞票，能从香港一路堆到北京，中间都不用断。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钱并没有留在香港或内地，而是悄无声息地被转移出去了。大部分流向了哪里？英国。他几乎是以扫货的姿态，把英国的核心资产一口气买下。英国最大的电网公司，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第2大电信运营商，以及最大的几家供水公司。英国媒体甚至开玩笑，伦敦人每天早上刷牙、开灯、烧水、打电话，账单里都有一部分要交给李嘉诚。聪明还是冷酷？听上去是不是很聪明？这不就是商学院里讲的全球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常识。可如果你把他的操作和中国楼市的周期对照，就会发现李嘉诚的每一次撤退都精准踩在周期顶点。别人疯狂冲进去，他悄悄转身离场。等到市场凉下来，房价下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早就上岸了。这还不止，他自己也说过一句名言，不赚最后一个铜板。听起来很有智慧，甚至有点风度，但你细品，这背后其实是极度精明甚至冷酷的抽离。他算准了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走，把风险留给后来者。从2012到2019年，他的撤退还带着一层资产调整的面纱，但进入到最近几年，尤其是2023、2024年，那种疯狂甩卖的姿态就彻底撕掉了伪装，露出了赤裸裸的恐慌。如果说之前李嘉诚的撤退还能解释成资产配置，那接下来这一幕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底色。今年3月，长和集团突然抛出一个惊天消息，要把旗下分布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打包卖给一个由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注意，这不是普通买家。
贝莱德，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手里管着11万亿美元，比日本加德国两国 GDP 还多。他和美国政府关系极深，被称为金融霸权的白手套。川普执政时期，贝莱德一大批高管直接空降到美国财政部。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一时间设立乌克兰重建基金，打着重建的名义，低价接管了乌克兰的能源与电网。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常常要靠贝莱德来落地。李嘉诚要把港口卖给谁？卖给这样一个角色。更关键的是，这43个港口里最敏感的2颗明珠，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就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要知道，巴拿马运河承载着全球6%的贸易量，中国对美洲的远洋贸易有21%要经过这条运河。谁掌握了运河的咽喉，就等于握住了中国外贸的命脉。更吊诡的是，当年中国招商局、中远海运想买它的港口业务40%股权，开价193亿美元。李嘉诚嫌便宜，拒绝出售。结果现在，他却愿意以228亿美元，把80%以上的控股权打包甩给美国人。算下来，几乎是半价出清。这还叫在商言商吗？这明明就是一份投名状。交易一公布，舆论瞬间爆炸。香港《大公报》连发数篇评论，措辞极其严厉，助纣为虐，唯利是图，漠视国家利益，背叛民族大义。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李嘉诚几乎是华人世界的神坛人物，媒体提起他都是超人商业之神的尊称，从未有过如此猛烈的批评。这一次，神坛上的金身第一次出现裂痕。而更致命的是北京的态度。3月28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直接宣布，对这笔交易进行反垄断审查。在未批准之前，任何一方不得实施，否则承担法律责任。换句话说，北京当场给李嘉诚亮红灯，这步棋你走不了。李嘉诚一度想耍小聪明，他试图把交易拆分，敏感的巴拿马港口仍卖给贝莱德，其余41个相对次要的港口卖给一家和贝莱德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公司阿庞特家族。结果呢？监管部门再次点名，措辞比上次更严厉，不得以任何方式规避审查，否则依法追责。到5月，李嘉诚终于撑不住，深夜公告认输，不会在不合法不合规的情况下进行。7月底，长和集团正式确认与贝莱德的独家谈判到期，不再继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递出去的投名状被当众撕碎，面子没了，里子更没了。事情并没有结束，真正的杀伤是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6月27日，香港特首顾问团名单公布。这个顾问团不是虚职，它集合了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级科学家、商界领袖，是香港最高层决策的智囊。进入名单，就等于在权力核心有了一席之地。然而，这一次，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被踢出局。要知道，他去年才刚连任香港总商会副主席，正值壮年，商界影响力如日中天。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按理说，他本该是名单上的当然人选，可偏偏这次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几位来自内地的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新锐企业家。信号很清楚，地产财阀的时代已经落幕。香港的未来属于硬科技，属于创新产业。李氏家族不再被需要。
几乎在同一时间，香港廉政公署发起代号战鼓的行动，直指长实集团在观塘的安达臣道项目。这个盘原本是惠民房，政府为了让年轻人买得起，以优惠地价让李嘉诚开发。结果调查发现，偷工减料，钢筋稀疏，数量减少，直径变细，有的地方甚至直接没装。6栋住宅楼，安全隐患巨大。联署拘捕10人，公开表示调查仍在继续。长实集团只发了一句声明：我们高度关注，支持调查。一句话把责任推给分包商。可公众心知肚明，这种规模的工程，开发商怎可能毫不知情？过去几十年，李嘉诚的项目哪怕有猫腻，也没人敢深查。可现在不同了，他的政治保护伞没了，每一个瑕疵都能被放大成致命打击。港口卖不成，长子被踢出局，惠民楼盘查出豆腐渣，连次子李泽楷的保险扩张也因风波受阻。一步错，满盘皆输。李嘉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偶然吗？不是。他的崛起从头到尾就是一套套利模式。上世纪50年代，他靠塑料花起家，那是一个香港工业百废待兴的年代，很多人把塑料花、打火机、廉价玩具销往欧美。李嘉诚赚到第一桶金，却没有继续深耕制造，而是敏锐地转向地产。60年代，香港动荡不安，很多人对前景悲观，纷纷抛售房产。李嘉诚反其道而行，大量低价囤地。几年后，社会秩序恢复，楼市暴涨，他完成了原始积累。70年代末，中英开始香港谈判，很多英资洋行选择撤退。李嘉诚借着和汇丰银行的特殊关系，以低价蛇吞象，吞下黄埔、和记，几乎一夜之间从塑料花商人变成地产大亨，掌握了港口、电力、零售、电讯等香港的经济命脉。进入80年代，他又把这套玩法复制到内地。北京的玉翠园项目，他捂了23年才卖；成都的南城都会捂了16年，上海的世纪汇广场也捂了12年。李嘉诚不需要像制造业一样拼产能，不需要像科技公司一样拼研发，他只要趴在土地上，等政策和经济把价格推高，在高位套现。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创造任何世界级商品，他没有像任正非一样让中国通信设备走向世界，也没有像王传福一样在新能源时代赌对方向。他创造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资本套利。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评论过他：李嘉诚有没有制造过一件行销世界的产品？没有。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搞零售，开电讯公司，他靠的不是创新，而是垄断与结盟。这一句话直击要害。那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这种玩法能让他成功？答案很简单，他踩中了时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外资，需要爱国港商的旗帜。李嘉诚顶着这顶光环进来，拿到的是低价土地、政策优惠、银行授信。那时候中国需要他，他就顺势成了超人。而香港社会本身长期被地产财阀掌控，地产商与政府、银行形成铁三角，土地供应紧张，楼市节节攀升。李嘉诚凭借敏锐嗅觉，囤地、捂盘，坐收其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是属于地产财阀的黄金时代。谁敢质疑？没人敢。因为当时的逻辑就是发展优先， GDP 优先。至于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不是问题。李嘉诚正是踩在这个逻辑之上，成为了华人首富。可时代变了，当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不再只追求速度，而是追求质量。当国家战略从资本友好转向创新友好，当科技、制造、能源成为新的国家命脉，
李嘉诚的玩法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更残酷的是，国际环境也彻底不同。中美博弈进入深水区，美国要求所有盟友站队。李嘉诚这种两头下注的玩法，既想在中国赚钱，又想在西方讨好，注定走不通。于是你看到，他急于甩卖，哪怕打骨折价。他不惜低头名状，讨好西方。他在中国的保护伞被撤走，媒体批判，监管狙击，政治边缘化。97岁的他算了一辈子，终于算错了一次。李嘉诚怕什么？不是怕亏钱，亏几个亿对他来说只是数字。他怕的是旧模式彻底死亡，怕那个靠关系、靠垄断、靠囤地就能暴富的年代一去不返，怕自己在中国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窄，连遮羞布都保不住，怕在大国竞争的夹缝里，西方要他焦头名状，中国又不再纵容，怕在新时代的叙事里，他和他的家族不再是主角。所以他急，他慌，他逃。财富可以转移，资产可以搬走，公司注册地可以改到开曼群岛，可有一样东西李嘉诚永远搬不走，根。当一个商人把个人的精明算计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他就注定会被历史抛弃。今天我们记住的不只是李嘉诚的撤退，还有无数制造业、科技业的企业家在没有光环、没有护航的情况下，硬生生打出一片天地。他们留下的是产业、价值和方向，李嘉诚留下的不过是投名状、恐惧和背影。所以最初的问题答案揭晓，李嘉诚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害怕。害怕旧时代的模式被淘汰，害怕自己不再被需要，害怕在历史车轮下，他和家族的神话灰飞烟灭。这就是李嘉诚97岁时用一场仓皇的世纪大撤退写下的最后一刻。